有冇交錯啊？大家好，9月1號咁啊，喺中國咧就已經9月2號嘅。咁啊，當然有啲新聞同大家講，不過9月3號咧，中國喺北京啊搞呢個大閱兵，咁啊就係講呢個抗日戰爭80週年勝利啊。咁啊講其他新聞之前啊，我想講下呢一單嘢嘅，其實幾搞笑嘅，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搞笑。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睇下啊，而家呢個北京大閱兵啊，呢個大閱兵有幾多嘅國家去參加？因為佢係抗日戰爭同埋反法西斯勝利80週年。咁啊，當然即係你講應該係好多，即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德國啊、同日本人打過仗呢啲國家好多噶嘛，美國啊、呢個澳洲啊、加拿大啊、英國啊，係嘛？紐西蘭啊、菲律賓啊呢啲全部都係同日本人真係開過戰嘅啊，包括台灣嘅國民黨係嘛，都係真係真刀真槍嘅，同呢個日本人當年啊開戰。死咗幾百萬人嘅，所有呢啲國家同埋呢啲政黨都冇參加，參加嘅係邊個咧？咁啊，同大家講啦，除普京、金正恩呢兩個北韓一個普京兩個人之外，柬埔寨、越南、老撾。即係寮國啦、緬甸、印尼、馬來西亞、蒙古、巴基斯坦、尼泊爾、馬爾代夫、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亞美尼亞、伊朗、剛果、辛巴威、塞爾維亞、斯洛伐克同埋古巴。呢個入邊咧，唯一真係同呢個日本人開過戰嘅蒙古俄羅斯仲有邊個啊？真係見唔到啦，其他真係見唔到啦。我哋講下呢個開戰啊，即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人係幾時同日本開戰呢？係8月9號、8月8號正式出兵中國嘅東北嗰時咧，蘇聯人叫嗰度係滿洲國。佢唔認為係中國嘅，佢係講嗰度係滿洲滿洲國。佢出兵打呢個滿洲國，同埋打呢個日本人。8月8號，咁啊8月15號已經呢個日本人已經投降啦，即係已經係打到最收尾啦。咁啊蘇聯人先出兵。呢個其他嘅咩蘇聯其他嘅國家。全部計埋係蘇聯啦，係咪？即係嗰啲中亞5國，包括蒙古喺內啊，全部喺中國人同呢個日本人開戰嘅8年期間，佢哋應該係冇直接同日本人打嘅，有打係1936年張古峰同埋赤坎呢兩個地方曾經蘇聯同日本人有個其實叫做軍事嘅糾紛開咗一戰，但係嗰啲係好細啊，即係唔係好多啊，包括蒙古啊、蘇聯啊，包括呢個其他國家。咁啊，蘇聯人咧係支持中國同日本人開戰，原因好簡單，因為佢覺得歐洲嗰邊又有事，亞洲呢邊又有事，咁啊點算咧？就係最好係亞洲中國人咧同日本人全面開戰。所以佢嘅立場係咁樣。等到中國人真係同日本人全面開戰嗰個時間咧，即係蘇聯人曾經支援中國武器，包括飛機，一啲武器支持中國嘅。但係去到1940年嘅下半年咧，蘇聯人就開始同日本人就喺度談判啦。傾嚟傾去咧，傾到1941年嘅4月份，就蘇聯同埋日本咧就簽咗一個互不侵犯嘅條約，就承認呢個中國嘅東北係滿洲國，係日本人管
講到明嘅。咁啊，當然交換條件咧就係日本人承認蒙古係主權國家，即係嗰時仲係中華民國嘅國土啊嘛，係呢個主權國家，係由蘇聯嚟管嘅，係蘇聯嚟影響嘅。咁啊，等於兩國日本同埋蘇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嗰時就用中國嘅領土交換咗雙方即係講和平，即係唔使使自己錢，使人哋啲錢啦，就做咗生意啊。咁啊，當然即係雙方就幾年都冇打啦。咁啊，去到1945年嘅8月8號，美國佬兩粒原子彈已經掟咗啦，日本人已經開始傾緊係咪投降？點樣投降？要唔要提多啲條件？要點樣？定係冇條件投降？咁啊，當然嗰時8月8號，咁啊，蘇聯咧先至開始正式對日宣戰。佢5年嘅互不侵犯條約仲剩1年嘅1946年先至到期啊嘛，5年啊嘛，41年到46年啊嘛。咁啊，當然蘇聯咧就完全唔理咁多啦。當然中國人係高唔高興啦？咁啊另講啦嚇。咁啊好啦，冇打過，差唔多，即係佢同日本人嘅開戰就係咁啦。咁啊，東南亞啲國家咧，我哋頭先講啦，印尼啊、緬甸啊、馬來西亞，比較有意思嘅就係泰國泰國完全冇派人去呢個係比較有意思嘅，因為印尼、馬來西亞，包括緬甸，包括呢個寮國，佢之前嘅軍隊國家，佢獨立之後嗰個軍隊，全部都係日本人幫佢建立嘅。緬甸嘅大家都知嗰個好有名昂山素基昂山素基佢老豆就係緬甸嘅國父啊嘛，佢就係喺海南島係入咗呢個日本人嘅叫做軍事軍校喺海南島專門有一個日本人嘅軍校，係培養呢個東南亞嘅每一個國家嘅自己嘅軍人嘅。咁佢又喺嗰度咧就變成昂山將軍咁啊，翻去之後就開始即係當然佢同日本人嘅關係點啊？非常之好。馬來西亞、印尼全部都係咁啊。緬甸點解我話泰國冇嚟啊？泰國如果嚟更加好笑啦，因為泰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有好多年完全係日本嘅盟國，日本係嗰一派嘅。咁啊打到中間咧，睇下唔對路啊，係咪？即係日本人好似打唔贏咁啊，越嚟越犀利。咁啊，1943年泰國退出，唔同你玩啦所以泰國完全冇同日本人打過仗，佢根本就係日本人嘅一個同盟嘅一個國家嚟嘅。咁啊，其他仲有邊個國家同佢打過咧？當然中國共產黨。共產黨而家就93閱兵佢話佢係中流砥柱啊嘛，即係話佢係抗日戰爭。咁我哋知道抗日戰爭，日本人喺中國死咗幾多士兵咧？46萬，其中共產黨自己嘅真實嘅軍方嘅數字，佢話佢打死咗2萬嘅日本士兵。我哋就算呢2萬係佢講嘅啱46萬裏邊2萬係佢打死嘅，好少非常之少非常之少。咁當然而家都有啲人講話，根據呢個日本嘅後生省即係記錄嘅死者，因為佢死咗之後有名啊嘛，喺邊度死，喺邊一場戰鬥死，咁寫得比較明噶嘛。有人就話統計咗之後咧，發覺中國共產黨總共打死咗幾多日本人咧？即係戰爭裏邊800幾個。咁當然呢個我哋證實唔到，有啲人話2000幾個。咁究竟幾多冇人知，但係我哋知道咩咧？知道毛澤東喺陝西嘅樂川
開咗一個會，佢同所有嘅中共軍隊話：你哋唔好去前線扮英雄啊，係咪？好似救國咁樣，你千祈唔好搞呢啲嘢啊！因為我哋嘅最大嘅敵人就係蔣介石，就係國民政府，即係中國人，而唔係日本人。日本人佔中國嘅土地越多越好。呢個喺早期嘅毛澤東嗰本書裏邊啊，毛澤東選集啊裏邊咧有嘅。咁啊，後尾之後再出版嗰時咧，就偷偷地刪晒佢啦。咁啊，當然唔好睇啊嘛，呢啲嘢，即係所以日本人去北京見到毛澤東，哇，毛主席，我哋對唔住侵略中國，為中國人民帶嚟咗巨大嘅災難。毛澤東咪講係冇咁講，我哋就多謝你都唔夠，因為如果冇你哋日本嘅軍隊侵略中國，我哋共產黨根本就攞唔到天下。佢講啱唔啱？完全啱，完全啱。事實實事求是，真係講得係啱嘅。毛澤東喺洛川會上邊就講咗一個好有名嘅721嘅呢個比例，7分發展自己嘅勢力，2分應付。因為嗰時共產黨軍隊，一個叫八路軍，一個叫新四軍，兩個軍其實前邊仲有嘅，叫做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所以就係一個八路軍，一個新四軍，就係咁解。所以佢完全係中國政府統一領導下邊嘅軍隊嚟嘅，但係呢啲軍隊，共產黨呢啲軍隊會唔會聽呢個當時嘅政府嘅號召命令，叫你打呢度打嗰度，佢會唔會去打？佢完全唔會打。當時中國好多軍閥噶嘛，譬如話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即係其他地方嘅所有嘅軍閥都係自己嘅勢力嘅，全部人冇其他嘢講，全部將軍隊投入呢個抗日戰爭嘅，所有嘅軍閥，包括呢個西北軍嗰啲，即係以前同蔣介石打到生生死死嗰啲軍隊，全部都係聽蔣介石嘅，即係中國政府最高軍事長官嘅命令。唯有共產黨嘅八路軍同埋新四軍咧，係完全唔聽你嘅。你攞錢嚟養，因為你嘅軍隊嘛，你咪攞錢養啦，係咪啊？你攞錢嚟養，但係我唔聽你嘅命令，你叫我打，我話未準備好啊，係咪？即係冇同。所以中共軍隊其實同日本人嘅作戰係好少嘅。中共講好多，大家知講嚟講去，平型關八團大戰呢個係即係兩個戰爭，係可以講係叫做戰鬥，有少少規模嘅戰鬥。其中呢個八團大戰係彭德懷指揮嘅，咁真係都幾多人嘅，有10幾萬人、12萬人參戰，算係一次咧中原會戰裏邊嘅其中一部分，真係參加就係咁一次。平型關嗰一次咧，太原會戰係一場大嘅戰役裏邊嘅一個小嘅戰鬥。共產黨全部戰爭打嚟打去就係呢幾樣嘢啦。所以我哋細個嗰時咧喺中國，唔係佢睇嗰啲抗日戰爭嘅電影啊，睇嚟睇去都係地道戰啊、地雷戰啊、小兵張嘎啊、沙家浜啊，呢啲嘢面對嘅日本嘅軍官最大嘅係一個中隊長。中隊長係咩？連長或者營長咁大個啦，咁即係差唔多。因為講嚟講去都係呢啲咩小隊長啊，就係一個排長嚟嘅。所以呢啲即係所有中共嘅
電影裏邊講啊，共產黨同日本人開戰啊，打嚟打去都係呢啲戰爭，係完全其他冇嘅。當然其他方面都係中共宣稱佢話佢喺抗日戰爭裏邊，中共軍隊死咗60萬。你信唔信啊？當然唔信啦，即係佢所有地方嘅老百姓全部加埋，佢全部計埋係佢軍隊死嘅。咁軍官咧，軍官其實正式同日本人開戰死嘅比較高級嘅軍官只有一個，即係一個師嘅一個參謀長。叫做左權，就係一個。其他你話呢個新四軍嘅副軍長項英，但係嗰個唔係同日本人打，係同國民黨打嗰時俾人即係打死咗啦嚇，俾人捉咗嗰個葉挺啊，係廣東人添啊嚇，嗰個係新四軍嘅軍長，即係俾國民黨嘅軍隊捉咗佢，咁4-5年放翻佢咧，嗰時咧飛機失事死咗嘅。其他有冇？完全冇啦。佢又話咩東北抗聯啊？東北抗聯其實同中國共產黨係好少關係嘅，即係同蘇聯共產黨反而係關係多啲嘅。原因好簡單，我哋唔使講啦，大家一睇就知咩回事啦。所以呢個咧，即係中國共產黨真正開始對日本人開戰係邊一日咧？係1945年嘅8月9號。朱德嗰時八路軍嘅總司令下令八路軍新四軍向呢個日本人發起呢個進攻，幾日時間搶翻10日時間，搶翻咗250個縣城以上嘅城市，即係每一日都有25個嘅。8月9號係咩？即係8月8號，蘇聯人開始進攻。8月9號，咁8月15號，日本人已經投降啦。即係話咧，佢10日之內攞咗250個城市，即係8月9號到8月15號，日本人已經投降啦，已經6日啦，剩翻嗰4日，日本人已經唔打啦，掟低支槍，嗰啲嘢全部計埋一齊算，一齊計埋。所以中國共產黨你睇佢軍事啊，中國人民解放軍嘅軍史軍隊嘅歷史裏邊寫，佢消滅幾多日軍，消滅幾多嘅咩其他嘅，即係呢個同日軍一齊偽軍加埋，佢係計係邊度開始咧？由1937年計到1946年，咁好奇怪咧！1946年日本人都投降咗好耐啦，點解都計嘅？因為好多日本人因為中國政府命令佢哋守住當地，維持治安，你只能夠向政府投降，唔可以向其他人投降唔可以向嗰啲土匪啊、其他咩地方武裝啊，唔得，一定要向政府軍投降。所以日本人咪守住咯。如果你個八路軍嚟，你係咪政府軍咧？你唔係啊，因為有指定嘅，每一個地方都向邊個投降都有指定噶嘛。咁所以即係有衝突嗰啲打死嘅日本人，八路軍全部計埋佢喺抗日戰爭裏邊嘅佢哋嘅呢個成績，當然係比較搞笑。尤其我哋講尤其1941年嘅4月份之後，到1945年嘅8月9號之前，呢4年4個月差唔多嘅時間，八路軍、新四軍同日本人差唔多係一仗都冇打過，完全唔使開戰。原因好簡單，蘇聯已經同佢簽咗互不侵犯嘅條約，而中國共產黨係受共產國際嘅領導，佢做咩要打啫？都唔使保衛蘇聯啦，所以佢就唔使打。曾經有人講，日本軍隊同埋中共軍隊喺一條路上邊，你行呢邊，我行嗰邊，相互行過去，當睇唔到。兩支軍隊就咁行過去，咁就日頭就日本人喺度，
夜晚黑就中共軍隊喺度啊，大家行嚟行去，咁當然就會撞到噶嘛，但係撞到都唔會開戰嘅，完全唔開戰。呢啲啊好多呢啲事啊。總而言之，中共係咪喺抗日戰爭裏邊做過乜嘢？真係冇做過乜嘢嚇。所有嘅戰鬥，你去睇嗰啲所有戰鬥，除咗呢個八團大戰啦、平型關大戰啦、呢個戰鬥啊，其他嘅全部都係摩擦，即係唔小心開槍走火。戰爭時期啊嘛，你啊打我下，我打你下，我當你係國民黨，我當佢係咩，大家咁樣打。平均啊，佢係解放軍嘅軍史裏邊介紹，打咗唔知12萬啊，即係14萬嘅戰鬥啊，所有嘅戰鬥加埋10幾萬啊，但係平均咧就係每一次戰鬥打死打傷4個敵人，係包括日本人同埋幫助日本人嘅偽軍，平均4個。呢個就係佢哋嘅戰績啊！當然佢哋有佢哋原因啊，你自己想點樣做，你自己嘅選擇係嘛？但係而家佢要講自己係中流嚟抵住，所以喺北京嘅呢個大閱兵喺上邊冇一個國家，冇一支政治力量係真正嘅同日本人真正開戰嘅。蘇聯可能有少少啊，俄羅斯係當然都唔係蘇聯啦，但係俄羅斯係都有少少嚇，即係話係咁樣。共產黨要少少，其他呢啲國家完全係講笑嘅。20幾個國家係最搞笑嘅，喺天安門上邊企喺度，習近平企中間，普京企喺右邊，左邊係金正恩啊，金正恩。再旁邊係伊朗你睇呢個畫面咧，真係有意思啦！呢個完全係一個示威，就係向西方國家、向美國表示我哋而家係企埋一齊嘅。呢個就係叫做專制逐心，好明白。呢個畫面一出嚟咧，會好明白，好明白。當然中國而家傳出嚟話，中國共產黨其實咧係唔想金正恩嚟嘅，因為金正恩嚟啊，佢係好大面子噶嘛，你一定要俾佢元首級嘅一個待遇，咁一定要企喺隔離啊，紅地氈啊，乜乜好多，你冇理由塞佢喺其他地方嘅，係咪？冇可能嘅，所以你一定要。佢之前佢以為金正恩唔會嚟，因為2015年嗰一次金正恩就冇嚟，係咪？佢以為佢唔會嚟，點知金正恩自己呢一次真係嚟啊！我哋講啊，金正恩反而係最有資格企喺嗰度嘅。點解咁講啊？因為佢老豆嘅老豆，即係金日成啊，金日成係真真正正嘅同日本人開戰嘅一個韓國人，因為當時啊喺韓國俾日本侵佔咗之後，有一批韓國人喺即係流亡咗喺中國嘅，喺中國東北，尤其係吉林啊、延邊嗰一帶、長白山嗰一帶，就同日本人攣過，係咪？雖然人唔多，打嘅日本人都唔多，但係佢哋始終喺度作戰啊，係咪？一路打到1941年4月份，咁蘇聯同日本人簽咗嗰條約之後，又打唔過日本人，佢就退咗去蘇聯。金日成係咁樣嘅，雖然佢唔係嗰個游擊隊嘅領袖，但係咧佢真係喺入邊，所以佢係最有資格講企喺天安門嘅。呢個係非常之有意思嘅一件事啊！所以呢一場嘅大閱兵，當然我哋有機會，我哋聽日再講抗日戰爭究竟係乜回事，究竟係點樣打嘅，究竟死咗幾多人？呢一場戰爭對於中國人嚟講，當然係一場好慘烈嘅一個戰爭，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對中國人嚟講，但係就咁樣
打完之後呢個國民政府打到哇，差唔多已經殘晒，跟住俾共產黨喺蘇聯嘅支持之下咧，搶晒全個中國大陸嘅政權，搶咗政權，而家仲要搶埋歷史，即係話你國民黨冇即係咩係我共產黨領導打贏日本嘅，呢度搶埋呢個歷史，呢個係非常之係有意思嘅一個操作一個操作。當然我相信香港嘅大部分朋友都知道係咩回事啊。咁當然如果你係中國大陸受教育嘅，咁可以多睇多啲書即係入邊其實即係當年中國人係點樣同日本人真係一串山河一串血咁樣打過嚟嘅，究竟係邊個打嘅？大家可以自己去睇。不過今日咧，其實有另外一件新聞嘅，我覺得係應該同大家講下呢一件新聞。呢一件新聞咧就係傳嘅我哋完全唔知真定假就話李克強嘅夫人程虹去咗北戴河見咗啲老人，見咗老人之後咧就有一個講話，呢個咧就係一個周君雄。周君雄咧係而家喺北美嘅一個人佢以前喺中國係做律師嘅，喺北京做律師嘅，咁而家走咗出嚟喺海外，咁佢係8月31號即係尋日發嘅一條 Twitter 即係呢個 X 平台發咗一個，咁佢寫咗呢個當時呢個喺當時呢個同呢個喺北戴河對一啲老人講嘅一番說話，呢一番說話咧可能俾人總結出嚟啦，整咗一篇文章，所以我哋真係唔知，我真係好難知，你知道佢講緊真定假冇人知係咪真係有呢回事，但係佢入邊寫嘅嘢完全係好符合邏輯，係咪？尤其咧，佢話咧，佢掌握嘅線索佢保健醫令佢夜晚黑瞓唔到成日都諗。佢話佢嘅保健醫生喺事發之前1個星期臨時調開咗，喺上海嘅賓館，即係東郊賓館嗰個現場嘅監控嘅視頻係少咗一部分，冇咗嘅。第一批到達現場嘅人搶救嘛，唔係當地嘅急救中心嘅人，佢送到醫院嘅時間比官方通報嘅時間遲咗40分鐘，所以佢講嘅呢個細節所以咧佢就要求呢啲所有嘅老人呢啲中共入邊啲老人用佢哋嘅資源同埋影響力係真正去調查，搞清楚嗰一日究竟發生咗乜嘢。佢話佢唔怕過程有幾難，又唔怕結論有幾驚人，佢就係好怕呢一件事就咁樣被塵封、被遺忘最後佢都講，如果今日我哋可以容忍一個前總理嘅死因不明，咁聽日仲有邊個係安全嘅？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好大概咧內容就係咁樣咁大家可以自己去睇下，查下呢個周君雄佢講嘅呢一件事。我最後我都想補充嘅就係，唔係因為一個總理或者係前總理死因不明，所有人就冇安全
呢個世界上邊只要有一個人佢嘅死因不明，佢得唔到安全，真正嘅安全，呢個全世界都唔會安全嘅，尤其係中國大陸，因為法治，因為呢個制度係一個密封嘅，即係中國人講呢個制度啊，叫做氣咩神氣啊嘛，即係講呢個社稷啊係神氣啊，係呢個國家制度係神氣。點解叫佢氣咧？就係唔可以漏，你去裝嘢噶嘛，你裝嘢嘅，你唔可以有窿嘅，唔可以漏嘅。我唔理你漏嗰個點，係你總理又好，係普通老百姓又好，只要你呢個氣漏咗，你呢個氣就冇用嘅，你就唔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制度，唔係正常嘅一個法律。所以中國人，包括而家發生喺香港嘅所有呢啲嘢，普通人，每一個好普通嘅人，佢嘅唔公平，佢嘅唔安全，佢嘅死因不明，都可以指出一個好大嘅事實，喺呢個國家係冇一個人係安全嘅，冇一個人係可以得到保障嘅。唔係因為你係總理或者前總理，唔係因為你幾大官，一啲都冇關係。因為你嘅制度有漏洞，你有問題。當然我哋講呢一件事唔係本身啊，唔係想講最重要嘅。我哋唔係想講共產黨幾衰，因為共產黨幾衰，我哋不嬲都知道啦，係咪？我哋從嚟都知道。另外一個重點就係，我知道喺中國大陸，習近平受到內部人嘅挑戰，主要有政治方面有幾件大事。第一件就係李克強死因不明，第二件胡錦濤俾人嫁出去，第三件許其亮軍委副主席死因不明。咁當然仲有其他嘅一啲事件啦，包括楊蘭蘭究竟係咩回事，有冇交代啊？冇官方態度咩？全部冚住一個側面啊，嚟證明呢一件事的確非常之重要，楊蘭蘭非常之重要，我哋只可以睇到呢啲嘢，係咪？第三件事就係經濟完全大滑坡。我相信香港好多朋友係咪啊？而家週末啊，放假啊，咪去上去大陸嗰邊係咪？去深圳、去廣州，大家有眼睇，唔使我喺度多講嘅。所有嘅數字、所有嘅數據其實好清楚，經濟真係好大問題。所以佢而家經濟有問題，內部冇人安全。自己嘅問題講得不清不楚，你究竟你屋企人究竟係咩回事，講唔清楚。對外同主要嘅國際上面主要嘅大嘅國家關係越嚟越差，只能夠同非洲人同即係唔發達嘅國家，同嗰啲專制嘅國家撈埋一齊搞一個大閱兵。所以對內部反對佢、質疑佢嘅呢啲人睇到呢個問題，當然個個都驚嘅，因為嗰班人嘅錢唔會擺去俄羅斯嘅，唔會擺去北韓嘅，係嘛？唔會擺去非洲嘅，佢一定會擺喺西方國家，擺喺美國，擺喺歐洲嘅，係嘛？所以你咁樣搞，等於咩？等於嗰批人全部人嘅財產家人都唔係好安全啦，所以因為咁呢啲因素係造成而家對習近平嘅政治權威、政治地位好大嘅衝擊。至於嗰個衝擊係咩？我哋之後接住再嚟講。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